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这本书是精神科医生华泽子苑先生的著作《当疲惫的您读后倍感放松的治愈书》。我们将分享精神科医生所教导的轻松生活方式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当您感到情绪低落且快要哭出来时，您该怎么办？第二，心灵的能量已经枯竭，每到周日下午就感到无比忧郁。现在我们马上开始解释第一部分的内容。当您感到情绪低落且快要哭出来时，您该怎么办？现在在座的各位中，是否有人正在经历这样的情绪呢？也许是因为工作有些疲劳，家务和育儿让您感到疲惫，人际关系复杂，各种压力积累。在这个忙碌的现代社会，这样的感受可能非常普遍。我很担心，在这种充满压力的社会中，有很多人因为这些压力而不愿见人，工作不顺利，不愿外出，难以喜欢自己，对未来感到担忧等等。即使处于这种疲倦状态的人，只要拿起这本书，可以躺在沙发上，花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感到放松。这本书真是一本美好的读物。本书涵盖了许多人都普遍存在的烦恼的答案，因此对每个人都将是一个宝贵的参考资料。接下来我将继续介绍如何应对大家经常面临的烦恼。我们将逐一介绍4类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：一、因为性格过于认真而感到疲倦，想要停止太过认真的生活；二、情绪低落到快要哭出来，感到非常痛苦；三、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，对未来感到不安；四、每天过得并不愉快，想知道如何让每天变得更开心。大家是否有这些烦恼呢？接下来我将分别对每个问题进行简单易懂的解释和解决方法。让我们来解释第一个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问题：因为性格过于认真而感到疲倦，想要停止太过认真的生活。这确实是很多人都会苦恼的事情。许多人都非常认真和勤奋，因此很容易过度努力，反而无法放松自己。这种困扰的人确实有很多，结果就是交感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导致像失眠这样的问题困扰着许多人。日本人总是喜欢全力以赴，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克服一切。这种精神信念的人也是很多的。顺便说一下，像作者这样讨厌努力、赞成偷懒的人也有不少。尽管如此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他怎么能出那么多书，每天更新 YouTube 等等。但作者基本上都是在玩乐的心态下，自称做事更有效率。作者不推荐拼尽全力、努力牺牲自己的健康。他用自己的专业赚钱，并且时间自由，持续读书、写书评，成为畅销书作家，还拥有很多休闲时间。他每周去锻炼4至5次，每周去电影院看2场电影，每年还会去海外旅行30天以上。这也许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然而，我们的能力通常都有其限度，超过这个限度会让人感到疲惫，无法持续。观看马拉松比赛直播时，你会发现那些在前半段过度冲刺或者在中途超越的选手，最终通常都难以坚持到终点。那些能够按照自己的步伐适应自己实力持续奔跑的人，最终才有可能获胜。这一点在人生中同样适用。举例来说，据作者称，在治疗精神疾病的患者中，很多都是非常努力的人，他们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，诚实无欺，但有时过度努力会让他们燃尽自己，最终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。因此，精神科医生的建议是不要过度努力和过分认真，适当保持自己的节奏，循序渐进是可以的。此外，许多人经常抱怨时间不够用，然而这种感觉实际上会对表现产生负面影响，因为过度强调时间反而会适得其反。请务必记住这一点，所以要适当的保持自己的节奏。这样做不仅能提高表现力，增加完成的工作量，也会带来更多的成果。我们不能像漫画中的主人公那样试图突破极限。我们喜欢那些通过艰苦努力或者不眠不休最终成功的故事。这种主人公在漫画和电影中常见，但这只是虚构世界的表现。试图超越极限可能导致心灵崩溃或精神错乱。坦率地说，即使再努力，一旦患病，一切可能都会结束。失去了健康，一切都无从谈起。
您将无法继续努力，也难以感受到幸福。许多人把自己的能力设定为100分，却总想做到110分或120分。如果只是进行大约12周的短期战斗，或许还能勉强支撑，但长时间坚持下去，必然导致心理和身体的崩溃。这就是精神疾病的状态，人类绝对需要休息。没有人能够长时间不停地奔跑，如果勉强这样做，最终会生病。因此，请务必保持自己的节奏，并学会长期考虑问题。即使今天竭尽全力，如果因此而感到极度疲惫，导致明天的表现下降，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我们无法在单一的一天或者短期内完成重大的成就。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，才能实现目标，走向理想的生活道路。实现梦想，重要的是要按照自己的步调，持之以恒的努力，而不是过分的压力自己。只需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逐步前行，这是保持最佳表现的关键。也许在听到这些话的人中，由于性格认真而经常感到疲惫。对于这些人，作者建议不要过于严肃地对待生活，而是尽可能地活得真实，追求真正的自我。阿德勒心理学家指出，过于关注他人的感受，追求过度认真的生活，实际上是在活别人的生活。或许很多人因为太过认真而感到疲惫，但这是因为他们过度地迫使自己认真而造成的。不要过分认真的生活，而是要更多地活出真正的自我。请好好的对自己进行内心探索，询问自己如何才能更快乐，如何才能更轻松的生活。作者来告诉您一些关于如何实现的方法。这种方法被称为积极3行日记法，要求在睡前记录对自己有益的事情。如果您能够坚持下去，就会逐渐意识到什么对您来说是有趣和有意义的，自己的生活方向是什么，以及如何更真实的生活。一旦你有了这样的意识，并在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增加这些积极元素，您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加快乐，你也会更能够活出真正的自我。积极3行日记就是每天写下3行简短的日记，记录当天的积极情感或经历。这种方法被视为自我提升和正念的一部分。通过它表达感激，鼓励自己，自我分析，并意识到日常幸福的重要性。无论多么微小的事情，比如喝一杯美味的咖啡，或是享受今天晴朗的天气带来的愉悦心情，都可以成为记录的内容。坚持这种习惯可以增强自我肯定，加深对自我的理解，知道什么能让自己感到舒适和快乐。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一旦理解了这些，通过不断将它们融入生活中，您就能真正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非过于严肃认真的生活方式。作者就是过着这种自在的生活。从世俗的角度看，这种看似不严肃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，因为能够真正活出自我，不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也许大多数人应该更多地意识到要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第二个许多人共同面临的问题：情绪低落到快要哭出来，感到非常痛苦。我相信在听到这些话的人中，有些人可能正处于情绪低落或极度压抑的状态。即使此刻感觉良好的人，有时也会陷入这种想要哭泣的情绪中。无论一个人有多么的乐观开朗，都会有情绪和心理波动的存在。因此，我们需要牢记如何处理情绪低落、快要哭泣的时刻。总的来说，有2种主要方法。首先是务必找人好好倾诉。许多人在情绪低落时，倾向于独自躲在昏暗的房间里。这种情况非常常见，但这种做法并不理想。作者经常告诫那些情绪低落到痛苦边缘的人，要尽量与他人倾诉。很多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，或不愿意倾诉，而避免与他人交流。这时候需要的是释放内心的愤怒，这就是所谓的宣泄。向他人诉说您的痛苦和困难，就像释放气体一样，只需向别人表达自己的烦恼，描述当前的困境，我们通常会在心理和情绪上感到轻松很多。因此，当你感到非常沮丧，甚至快要陷入抑郁时，请务必找人倾诉。可以是父母、朋友或其他人，甚至您可以向宠物或玩偶倾诉，都是可以的。
只需向他人表达自己的烦恼和情绪低落的原因，您的思维就会得到整理，从而在心理上感到宽慰。此外，当您感到情绪低落并且快要哭泣时，可以考虑早晨出去散步，在起床后的1个小时内，沐浴在阳光下步行5至15分钟，看着蔚蓝的天空，会分泌出多巴胺，让您的心情变得清爽愉悦。调整心态并不容易，但活动身体能自然调整心理状态。另外，对于情绪低落的人来说，往往是因为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，导致大脑疲劳。因此，确保每晚获得超过7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可以帮助缓解大脑的疲劳，减少负面情绪如焦虑、悲伤和痛苦的涌现。然后记住正确的处理方法，确保充足的睡眠。每天早晨进行散步，现在就要牢记这些方法。接下来，第一个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问题，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，感到对未来充满不安。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感到对未来模糊不安，不知道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，可能会感到非常困扰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首先最重要的是，无论如何都要开始行动。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焦虑其实是大脑发出的一种行动信号，因此作者经常建议缓解焦虑的第一步是采取行动。比如，您因为未来的经济问题而感到焦虑，那么现在就可以开始制定未来的财务计划，审视自己当前的能力，考虑是否可以减少开支，甚至考虑搬到更小的住所，或者开始学习投资等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采取行动来解决未来经济上的不安是至关重要的。将焦虑和烦恼转化为实际可行的行动计划，一步步的实施，烦恼自然会逐渐减少。要减轻焦虑，首先推荐的是收集信息。在焦虑时，您的大脑中的警报系统杏仁核会被激活，通过语言和信息的处理，可以平息杏仁核的激活，从而帮助您感到更加安心。总之，当您感到不安时，最好的方法是收集大量能让您感到安心的信息。其次是学习，通过学习，我们能够解除不安感。而学习的最简单方式之一就是阅读。比如，如果您担心未来的财务问题，可以去书店找一些关于如何确保退休金、减少经济压力或者节约开支的书籍。这些书籍可以帮助您减少不安感。我在我的频道上也推荐了很多优秀的与金钱相关的书籍，可以帮助您消除对未来财务的担忧。如果您感到疲惫而无法去书店，也可以躺在床上看我的视频。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您减轻不安感。无论如何，请务必坚持输出。我希望您能意识到这一点。然后我们可以进入第4个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问题，即如何让生活充满乐趣。现在我相信有些人在听到这些时，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无聊，每天没有什么乐趣。对于这样的人，首先必须明确一个误解，认为每天都应该有乐趣，认为乐趣会自动找上门来，这是一个大误解。事实上，要找到乐趣，您必须积极主动地寻找，采取行动，打开自己的视野去寻找乐趣。如果您只是坐在那里等待，是找不到乐趣的。您必须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去未曾涉足的领域，主动寻找乐趣，不要害怕挑战，勇敢地走出舒适区，这样才能找到快乐的来源。如果您每天都感觉不开心，那可能意味着您的生活舒适区内缺乏令人愉悦的元素。因此，寻找乐趣应该向外界延伸。未曾体验过的地方和未曾尝试过的美食，往往蕴藏着令人愉快和有趣的体验。如果您不愿意走出舒适区，就无法发现这些乐趣。另外，保持轻快的步伐也至关重要。当朋友邀请您去听一个陌生乐队的音乐会时，不要因为不熟悉而拒绝，而是勇敢尝试。对于不敢面对挑战或者不善于主动寻找乐趣的人来说，这点尤为重要。所以，要保持轻松的态度去接受邀请，这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。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你会发现周围其实有许多有趣的事物。勇敢走出未曾涉足的领域，主动去寻找快乐的源泉。此外，作者提到，能够享受生活的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是真诚的。
真诚意味着能够不被偏见和成见所束缚，而是接受事物的真实面貌。真诚的人不会轻易下判断，而是像海绵一样吸收信息。大多数人会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，从而在接受他人建议或劝告时不自觉地设置障碍。无论接收到多好的信息，如果总是将其阻挡，就会错过许多机会。能够坦诚接受信息的人会先内化这些信息，然后尝试去实施。您可以试一试，就会知道它是有趣还是无趣。应该更加灵活地思考，吸收不同人的想法和行动，然后尝试去实践。如果新的价值观适合自己，就可以继续；如果不适合，就可以放下；如果觉得无趣，就可以停下来。这种自由和坦率的态度会为您打开更多可能性的大门。接下来我要详细解释接下来的第二部分：心理能量枯竭以及星期天的傍晚感到沮丧。我们将继续介绍许多人共有的困扰及其解决方法。接下来要介绍的3个困扰是：一、疲劳积累导致心理能量枯竭；二、周日傍晚感到忧郁的原因；三、人际关系是最大的压力源。首先是许多人都面临的困扰之一，即疲劳积累导致心理能量枯竭。在现代社会，许多人都面临疲劳感和压力，这些问题由多种因素引起。首先要提到的是技术和信息化的问题。由于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信息，这无疑是方便的一面。但同时，来自信息过载和社交媒体的人际关系压力也在不断增加。同样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工作和个人生活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很多人面临着不能休息、持续工作的情况，特别是那些从事远程工作或在家工作的人，他们确实会感受到工作和个人生活边界不清晰的问题，难以放松休息的感觉非常普遍。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。此外，在现代社会，人们承受着极高的期望和压力，在必须赚钱、必须为家庭努力、必须取得工作成果的情况下，当然，思考这些是好的，但是过高的期望和长时间的压力会导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疲劳感。在这个忙碌的现代社会中，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变得混乱，这也是很多人感受到疲劳和压力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例如，不规律的睡眠、缺乏运动、营养不良或偏食、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等。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，经济压力可能非常大。总之，现代社会中有许多因素会让我们感到疲劳并承受压力。这些因素的存在过多，对我们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。必须认真对待疲劳和压力的缓解，否则迟早会患上疾病。因此，让我来介绍一些作者推荐的方法吧。首先是什么都不做。我们常常被时间紧迫所困扰，觉得无所事事是在浪费时间。但其实，拥有一段悠闲时光对健康至关重要。比如，从工作回来到睡觉之间留出2个小时来放松一下。例如，泡澡是最好的放松方式之一。白天交感神经紧张，晚上副交感神经放松。白天虽然忙碌也无妨，但如果晚上也一直保持忙碌状态，交感神经就会持续紧张，导致难以入眠。所以，当你感到疲劳时，一定要确保充分的睡眠。没有比睡眠更好的能量恢复方法。睡眠是人类身心恢复的最强大良药，所以如果感到疲惫，赶快休息吧。如果感到疲劳，减少与人见面也很重要。虽然与人交往是愉快的放松时光，但也伴随着紧张感。每天见太多人会让我们感到疲惫，所以安排一些独处的日子或时间非常重要。此外，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，如爱好来进行心灵的更新也很重要。如果心灵能量枯竭却勉强自己，可能导致抑郁症。如果现在感觉心累，不妨先放空一下，慢慢来放松，这是非常好的做法。接下来我们来解释另一个普遍问题：周日傍晚感到忧郁的原因。可能有不少人会从周日傍晚开始感到忧郁吧？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从周一开始要上班，工作从周一开始，所以周日傍晚的情绪会变得忧郁。也许您周围也有人患有这种综合症吧？有些人不仅仅是情绪低落，
可能还出现了具体的症状。在周日晚上出现头痛、恶心、腹痛、出汗等不适症状的人，那么要如何消除这种综合征呢？关键在于学会在一天中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的节奏。也就是说，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5点努力工作，然后之后可以放松玩乐，和家人悠闲相处，享受美食和饮酒，完美结束一天。平时工作日只有周末才能休息，这种观念深深根植在我们心中。因此，每到周一前夜，我们就会突然感到忧郁。如果能够在平日每天都有效的解压，并在当天彻底消除压力和疲劳，就能更有创意的利用时间。比如，可以进行自我提升的读书、美术馆参观，或者沉浸在自己喜欢的爱好中，和朋友喝茶聊天、开车兜风等。许多人因为平日压力过大，不得不在周末用来恢复疲劳。他们实际上是在用周末的时间来恢复平日工作的能力。为了释放平日工作的压力，有些人会放纵自己大量饮酒或冲动消费，结果浪费了钱。为了弥补这些开销，他们不得不继续工作，导致更多的压力陷入恶性循环。这种情况在一流企业和忙碌的人群中很常见。然而，正如华泽先生提倡的那样，如果能够养成当天的压力当天消解的生活习惯，那么平日和周末的区别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比如，华泽先生每天都进行写作，即使在旅行中也不例外。但他每天从傍晚到晚上都会放松娱乐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如果能够在一天中彻底洗去疲劳和压力，就能养成不带隔夜压力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，我们讨论第3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：人际关系带来的巨大压力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人际关系确实是自己最大的压力来源。为什么人际关系会成为这么大的压力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总是把别人的言行当真，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，人际关系本身就是烦恼的来源，学会优雅地忽视这些压力。想象一下西班牙的斗牛场，一头巨大的牛朝您冲过来，如果您试图正面用盾牌抵挡，肯定会被撞飞。即使第一次勉强撑住，牛还是会不断冲撞，最终你会受重伤。而职业斗牛士不会与牛正面碰撞，他们会巧妙地左闪右避。这与忽视压力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这样您不会被撞飞，最后牛会自己累倒。压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，每天不可能都是愉快的日子。作者曾在大约20个不同的职场工作过，但没有一个地方的人际关系是顺畅的。因此，仅仅因为现在的职场让您感到痛苦而跳槽，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掌握忽视这些压力的技巧。从根本上来说，职场的人际关系其实并不重要。辞职后，您再也不会见到那些人，只不过是暂时在同一家公司工作而已。对这样的关系，不应该投入过多的感情，也不应该浪费您宝贵的能量。有一句犹太格言说，10个人中有1个人会不喜欢您，2个人会对你有好感，剩下的7个人则无所谓。因此，对于那些不喜欢您的人，随便应付就好；而对于那些对你有好感的人，应该专注于与他们相处，这样您的每一天都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